咱就真良心了，咱就。哎呀，因为乳液已经低到没有办法再低了。要水呀，水没货了，亲爱的，水今年真的上不了了，不好意思了，下次了，行吗？水昨天买的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姐妹们，昨天我喊着嗓子让你们买，是因为昨天真的，要是有我还想给你们上4瓶昨天卖的水。他们家的水做的这么好，4瓶，你们可以随便去网上找去。2叠酵母第一位，无水配方，精华水129，这价格还有谁要水？你们要水也是自己补1瓶了，想买4瓶的。你给他开门，是呀，帅帅来了，又来个帅帅，我家里帅帅是真多，一个比一个长得帅，姐妹们，帅哥是真多。先来个大帅哥给你们看一眼，养养眼。露个样。给你们看看帅帅。你穿着短袖啊？是个省号吧？我穿着羽绒服的。我穿的不是短袖，长袖。不用，我不吃，吃个吧。我刚吃完。你喜欢吃啥？我啥都不喜欢吃了。是不是天天看我们吃东西看都看腻了？他哦也叫帅帅，他跟我老公是发小，他们俩差1岁是吧？差1岁不？差1岁啊。害羞了，帅帅。我可不是帅哥。拜拜。帅都得来了。刚来了啊。朋友老铁们，精华液3瓶，乳液也是，宝宝们。那是我老公的发小，可好了，这小孩真可好了。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很久了。你们知道他之前干啥不？他之前就是最近我妹妹不是没来啥的，他就经常送心仪上学。心仪可喜欢这个叔叔了，他以前是当兵的，老有耐心了，脾气可好了。我发现好多当兵的人啊，他们的性格特别稳重，就是说话很稳，不急不躁的。刚才拍的防晒到手4瓶，刚才拍了4个，然后这个乳液也就还有20。他结婚了嘛？他家孩子都挺大的，他结婚了，他对象还是大学生呢。他对象吗？那他对象在银行里上班。对，人家考的会计。介绍给妹妹介绍，人家有孩子。给妹妹介绍，人家有孩子了。他对象上我这来过，过完年那一次我拿吃的东西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咱分了啥吃？甜品。要分啊，买了甜品，那就是给了他对象，只是没让人露镜，人不好意思露脸。很多不玩网络的人不喜欢露脸，说实话，怕挨喷。你一露脸，肯定就有人评价，是吧？长得好看不？长得丑不丑？我都听习惯了，大家说我丑的，说我胖的，说我啥的，我都听习惯了。但是还是有喜欢我的，是不是？他们接受不了。防晒在下面小车里面没下价钱的，给你们搁这挂一波。我今天晚上活动，只管自己说，没有，我看着大家的问题呢。螺蛳粉过几天，防晒就是一个美白淡斑防晒，防晒发4个小甜甜，水发几瓶？精华水，精华液吗？精华液给大家发3瓶。防晒最好，咋说呢？有的每个人他喜欢的东西不一样，有的说防晒最好，有的说隔离最好，有的说洗面奶最好。其实每个真的都不错，都很好用。等了好久防晒了，谢谢宝宝们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把这个乳液下了，咱们吃饭吧，咱就聊会儿天。因为咱今天其实周末嘛，就是新品首发的那个防晒的活动，我给大家上的防晒，咱要不然咱把这个下了，结束讲解这个乳液，把防晒挂一下给大家。乳液发3瓶，这就是昨天剩的库存了，老铁们。把这个防晒给姐妹们挂一下，行吗？这防晒到手4瓶，防晒敏感肌能用，它是一个补水美白淡斑的防晒，有淡斑美白特征的。把这个肉抠下来，蛋黄酥有吗？蛋黄酥我前几天买的，我看评价了，都反馈特别的好，就是有个别老铁说个头有点小，就那种小个的，没有咱们在那个
甜品店里买的那个个头大，就好吃，很软是吧？性价比很高。晚上6点，你开一个，行吧？让你今天开个榴莲，大哥。我看。行吗？你开过吗？没有。都要水呢。水要是能给100，咱昨天的福利，我保证上去之后大家要。哪个水？金华水呗，无水配方的。能不能再给俺们？今天周末了，昨天周6，大家没拍着，有多少昨天没抢到水的？扣个1，姐妹们。让我老公他给那个老板的助理发个信息。跟他沟通。防晒4个，宝宝。你讲一下，行。面膜今天上不了的小陈儿。辣椒面，改天上辣椒面带着大。你不是哪顿？乳液3瓶了呢？啊，稍等，老头，我吃个菜。哎呀，他家的炸串换个口味，那家炸串这2天吃够了，换这家的了。你累了吗？累倒不累，就是卖货，吃吃饭，聊聊天，感觉过得挺快的。人只要心情好，就比啥都强。需要我替你给我说？需要你关心我，需要你替我。真的，我感觉做人可难了，有的时候，你能做到。水还没回呢，亲爱的，等一下啊。我弟弟今天没在，我弟弟都没，就是，其实真的跟大家讲，惯的，他的那2次走都是我们一直哄来，他就会觉得他走了，你反而还得叫他，你就求的，哎呀，我真的感觉自己有时候你用自己家人就是这个样子，OK， 就老拿捏你还觉得你离了他不行，反正得哄他，就感觉我就是感觉心可累了。但是我有时候又想，我完全可以拿着这些钱去找别人，别人会做的更多的同时，我还能省的更多。真的，姐妹们，我要是不顾及感情，不顾及关系，我早就这么做了。就是有时候能唠叨，但是又狠不下来心做这样做，又是看这个面子，又是看那个面子。也就我管他，你知道，你管他不是害他，对不，姐妹们，就是你家里人，如果说你从小不管他，等他以后，你再想管都管不了了。我说弟弟呢，老铁们，我说让弟弟在这里好好干，好好赚钱，不要怕苦，不要怕累，我也不让你多苦，我也不让你多累，是吧？咱下了班，你看我自己在这忙，你就回去了，12点半的，他就回去睡觉了，一直到第2天我直播才让他来。我白天我还要拍视频，我还要做饭，我这些都是我自己弄，你完全没有说让你多累的。吃东西我也不是说咱像专门的吃播一样，就是让他要做人气，要咔咔往前吃。我今天就说了一句，我说吃播我要光让你吃做人气，咱也吃不了那么快那么多，是吧？毕竟咱不是专业的。然后他说我凭啥做人气呀？这句话我就感觉他说的好像跟外人一样。你凭啥？我是你姐姐，你凭啥？你凭咱是一家人呀？你就凭我们都好了之后，那我好了，你也更好呀。哎，从开播说一晚上没有，刚才可能有新进来的，一聊我们又聊起来，不聊了，不讲，换话题，宝宝们不说了。关注你了，谢谢。你扣工资。上次我妹妹说她嫌她迟到了，老不来，说
跟他开玩笑呢，说咱姐扣你100块钱工资，马上就很认真的生气了。他还是个小孩，他就是跟他开玩笑，还真能扣你的呀，他认真，他可认真了。吃个蛋行，那把它吃完。我爸爸上次说，他说你让我怎么办？他那么大了不听我的。小30。那你是一个好姐姐。我再说气话，老铁们，你们可能看还得是我帮他，我不帮就没办法。哎呀，不争气，气死我了！我想让他好，让他出去上班试试。上班他不能找那个班上的，他之前干那个班干了3年，老铁们都干了懒了，还干那个班。第一没有工作压力，第二你看干个协警，他人家都有什么吧？他们同事都是2份工作，就是人家有额外的兼职干个协警，年龄大了，他年龄小，他干这个真干懒了。但是你弟弟妹妹，我给的宝宝们给，咱是应该给的，这咱不说。我从来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讲一分钱跟谁计较过，咱从来没有吧，老铁们，提钱伤感情，我不会提的。我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什么占点便宜吃点亏那都不重要，那只是讲事儿。我在弟弟身上花米，我第一咱是理所当然的自己亲弟弟对吧？咱花点钱咱还在唠叨，那就显得没有格局，太小气了。我要真小气，我也不给他钱，我平常也不给他花，我不给他买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啥不都是我给他操心？你妹妹呢？我妹妹她应该这个点睡觉了，我跟我小姑子，我跟我妹妹，我跟我弟弟没有谈过钱，姐妹们，跟爸爸跟妈妈再关系不好，都因为事情，都不因为钱。精油今天没上，宝宝们。辣椒，哎，我买了老多辣椒了，好久没吃他家辣椒了。圣人是啥？大家其实我不太理解，这个圣人是好的意思还是不好的意思？是夸我还是不夸我？是说我小气还是啥意思？我没有啥文化，真可怕。燕子爸妈是离婚的，我爸妈关系复杂，家人们以前可能在直播间不能聊这些话题，计划生育可言，现在都支持生3胎4胎，没事能聊了。我爸妈他们属于18、19岁就认识，唱戏认识的。我爸以前是唱戏的，我妈那时候不会唱戏，认识我妈之后，可能我妈被我爸这个戏吸引了，就觉得哎呀喜欢唱戏的很帅是吧？跟着他走了，就是跟着我爸走了。18、19岁的时候生了我之后，2个人矛盾深，年轻嘛不懂事。然后就有了，大家直接拍就可以。然后就没有登记，没有结婚，他俩没有什么结婚证。然后生了我妈就走了好几年，后来又回来了。那时候我都记事长大了，所以也没有跟着他长大过，也没有跟着他在一起。日夜发3瓶，防晒4瓶，净化液3瓶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很少跟妈妈在一起的原因，老铁们。从小就没在一起，你说你大了又出去打工了，又没在一起，等你都结婚了再在一起。有的时候都格外的尴尬，你们能感觉到吗？如果我自己单独跟我妈在一起，我就抠手，抠啥，喝个水，我就心里扑通扑通的，老紧张了。反正你们感觉不到那种，反正我浑身不自在。不用感谢，谢谢大家。后来在一起也没结婚，又有了弟弟，有了妹妹。我记得那几年计划生育可言，他们就老带着他们出去东躲西藏。再后来就放松了，也花点钱，也没花多少。以前计划生育可严，宝宝们。后来就是什么户口呀，给弟弟妹妹都上了，所以到现在为止，我家人多，我家地少。我家4个孩子，6口人，就我跟我爸爸有地，他们都没有地，我妈也没有地。我还有1亩2分地的，等我做不了吃播，我回家种我那点地去了。
那地也不是我的了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现在都是他们的了。我们家4个孩子，一个结婚了，2个没结婚的还有。2妹妹结婚了，我3妹妹大学毕业了，然后就是我这个小弟弟了。父母最操心的就是弟弟，因为妹妹毕竟以后得结婚，也不用说房子呀、彩礼呀就操心是吧？不用操心。但是我们男孩子现在真不行，你没个见面人，人家跟你没个车没个房，人家跟着你遭罪呢，是不是？人家把闺女养大了，谁家父母也不可能说一无所有，啥都不图你，就图你长一身肉。我跟我弟弟讲的都是很现实的话。好多人都这么说我弟弟，你3个姐姐真幸福，最起码多少的姐姐多了能够分担一点吧。你比如说爸爸妈妈身体不好了什么的，当姐姐的可能都是能分担一部分的。现在爸爸妈妈在一起嘛，早就不在一起了，他俩现在更不可能了。因为我发现我妈自从来了济宁，我妈在济宁待10多年了，她接触的人接触的圈子不一样，她自己以前也不会开车，驾照也学出来，也会开车，接触的朋友圈子都不一样，她会2个人之间更远了。我爸爸现在出来，我妹妹都说感觉我爸爸就跟没出过门似的。今年过年不是跟你们还说呢，我说喊他们一起吃饭，门都没有，我说门都没有，别说窗户了，门都没有，算了吧，我也别那个啥了，最后也没叫在一起吃饭。其实我爸妈都有点幼稚，像咱这个年龄咱都能想得开，如果咱好几个孩子的，咱不为了自己为了孩子，咱也得和睦相处呀，对不？咱哪怕不在一起了，分开这么多年了，心里也没有仇恨了，毕竟一日夫妻百日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你都在一起住了这么久，生了这么多孩子，你还能一点感情都没有？他们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他们都有自己家没有。我爸爸自己单身，我爸爸还有2个孩子没完成终身大事的，不好找呀，是跟他找个老伴儿。现在找个老伴儿，咱同样都是女人，咱能体谅了到女人到40、50岁想找个老伴儿，咱也不可能给人当保姆去，咱得吃得饱穿得暖，舒舒服服的过后半生。我们别吃了聊天，就是有时候真的家事儿一堆，姐妹们，这事儿平常都得我来治。我妈妈唱戏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这话真不假。以前我妈妈不会唱戏，都是跟我爸学的，现在人家我妈就靠唱戏，我爸这也唱不了了，嗓子不如我妈好，这个也是分天赋。你妈妈会看你直播不？那天来了个叔叔，在我直播间大家看到了吧？他说你妈妈腿都受伤了，你姐妹4个吃的怪好，说我们4个人过得都有钱，有啥钱？你们说我弟弟他能有啥米？他那么小，他也没工作多久，那我小妹妹刚毕业，你说他能有啥钱？包括我妹妹以前我不做吃播，那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帮我妹妹多少，只能说给她一些生活费零花钱，因为毕竟我刚结婚又不工作，都是我老公挣那点零花钱，他还得供着人家他家的，还有我小姑子读大学，还有我婆婆，对不对，姐妹们？咱不能说把老公的钱全都拿来补到娘家去，那也不公平呀。那个时候我又不赚钱，最多真的给弟弟妹妹点零花的。我妹妹那时候上大学全部都是助学贷款，其实父母努力，孩子上学2个人供1个人，我觉得是轻松的，就是一个不愿意一个。我都感觉你们能买辆别管好车不好的车，你们能交得起房租，你们能买得起车，你们就给妹妹交不起学费，这就是有点不负责任。当时我妹妹的学费都是自己还的，毕业完之后那个上大4不就实习了吗？后来我就能帮妹妹一些了，之前我是属实自己也没有，姐妹们。弟弟妹妹不能说靠我养大的，但绝对是有我的功劳。我比他们大很多，因为那个时候计划生育严，我弟弟妹妹就差2岁。谁有货吗？燕子还回复了吗？回了，稍等啊，宝们，我给大家用视频的活动。要昨天那个机制再给你们上，因为我们差的就是只差2岁，弟弟妹妹。我妈妈没有婆婆，我爷爷奶奶我从小没见过，这个我妈也不容易，从小
要把他们2个人看着。那时候我妈妈还出去卖咸菜，把他俩经常锁家里，让我老奶奶看着。那个时候我老奶奶还在呢。每天我真的每个月挣的钱都给家里，姐妹们，我每个月挣的钱全部都给家里，我最多存100块钱零花钱就是多的了。可以问我妹妹，我从来没有一点点说私心，就是没跟着妈妈一起长大，自己存点嫁妆，自己就是说留点钱，我没有那个想法，还小，你这年龄哪有那样的想法，对不？咱就想着家里面不容易，多挣点钱给家里补贴家用。我那时候可能干了，人家都睡觉，中午睡个午觉，我咔咔就上去干活。那时候计件工资，你多干一件你就多挣1分的钱，多干一件你就多挣这一个工序，可能这个1毛那个2毛，就是这样1毛1毛挣起来的。我最多的工资可能也就2000多块钱，2、3千块钱一个月给家里，差不多有的时候最开始出去给家里1000，到后来涨工资了1500，到后来1800、2000这样子。我干了10年，老铁们，干了10年。最后1年我都成流浪汉了，我都干那种临时工了，就是因为我也累了，干这么多年，我也想休息一下，我自己在外面租一间房子，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外面过得啥样，租一间房子，然后干那种临时工，1个小时8块钱，就在青岛，有没有那样子的？再后来遇到我老公了，我真的感觉终于歇一歇了。为什么我着急嫁出去？我太累了，我想有个家了。那个时候正好遇到我老公了。要是换成以前，我也看不上他，我也不想跟他结婚，就是那个时间段对了。你在青岛哪里？我刚去的时候在，我讲我刚去青岛流亭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我去了多少地方？我跟你们讲一下，应该有在青岛的。第一次去青岛，在青岛刘家下河，有没有知道的姐妹们？现在都拆了。庄子在一个九水北路工业园里边，这是第一份工作。后来去了烟台，跟着那个厂长，我们几个工人一起去了烟台。再后来又去了青岛流亭机场。我第一次坐公交车，我那呀坐到站了还不知道下车呢，又跟着绕一圈。那时候年龄小，真的坐个公交车都不好意思问司机。坐过站了，老铁们，我一看又回原路了，怎么回事？司机说你坐一圈了都。老大太懂事，没人心疼。我挺坚强的，以前我之前可那个啥的，真的属于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。姐妹们倦了，是的，宝宝。弟弟妹妹给我养了，那不能，他把父母养好就行。我只是作为家里的老大分担一部分。刘家下河你在那里待过，现在应该越来越好了那里。橘子没货了。家里有本难念的经，姐妹们，我们家的这个经有点多，我们写本经书了都。主要是父母的感情复杂，然后导致我们也复杂。真的，你的这个童年的经历呀，你真的会拿你自己的这个。拿你的精力去弥补你的孩子。来个锅包，谁来？锅包。什么时候有货？洗面奶有货，亲爱的，现在69两只。这个锅包。背景怎么换呢？我把这个拉走了。姐弟之间好好处，别被父母影响。我不会被影响，是因为我大了，我自己本身就一个人在外面习惯了。他们会被父母影响，知道为啥吗？因为我妈当时带着我弟弟妹妹出来的时候，我爸爸就问谁愿意在家，谁愿意走。我当时我妹妹跟着我妈出来了，然后我弟弟跟着我爸爸在家留下了。现在都大了，都来回都在一起了。但是我妈妈这个人女人嘛，她有的时候她我也能理解她可能就觉得我把你带出来的，你大学毕业了，然后你应该就是只能孝顺我一个人那样子。过年我妹妹上我这来，我妈妈就给她发信息说的那些话，就感觉好像要么你上你姐那去，要么你就上我这里来，就分得可清了。这关系其实跟我都没关系，主要是牵扯到我爸爸。我妈对我的这个烦其实是烦我爸，因为我跟我爸走得近，然后就会导致对我有那个建议，姐妹们，其实对我有那个很深的意见，都跟我爸有关系。哎，咋整？
他们没有把关系处理好。现在玉米品质怎么样？玉米品质特别好，就是有点小，特别好吃。防晒发4个，亲爱的，今天泥膜有吗？泥膜今天没有了，雪雪。昨天的水，对，刚才大家要水的，有多少要水的扣个1。那个水我跟你们上一波，昨天有没有没拍到精华水的2粒酵母精华水？我们昨天给大家上的那个活动，宝宝们，防晒发4个。你妈在乎呢？我妈之前，我讲这个好吗，姐妹们？我在直播间其实聊的都是事实，我也不夸张，我也不演戏。但是有的话就是我觉得没有啥，但是我直播间有我妈的朋友，昨天来的那个叔叔他就是我妈的朋友，要不然他俩知道我家那么多事儿呢，是吧？我一看是个男的，我就有点烦了。这大老爷们那么八卦干啥？孕妇能用这个水，它是无水配方。第一个就是2列酵母，别聊了，快上水。我先把水给大家上完，我再给你们聊天，行吧？我今天就感觉特别敞开心扉的。